霍家80大寿就给我们吃这个，就说订了澳洲龙虾和佛跳香吗？这算怎么回事？龙虾和牛我确实订过，可惜有人不给我买单。今天全场宾客人手1桶海鲜鱼虾面，开席。婆婆的电话肯定没好事儿。燕生啊，妈，你爷爷80大寿快到了，知道吧？知道。我跟你爸寿宴交给你来操办，你们年轻人有想法，我们老人家就不插手了。妈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？你是霍家媳妇，总该出力。那费用？钱已经转你卡上了，不用省，把场面撑起来，菜单场地你自己安排，我相信你。相信我？这还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这话，既然给了机会，就做到最好。裴女士，这是我们的寿宴菜品方案。澳洲龙虾、松露和牛、佛望墙，档次够场面了。龙凤祥社套餐5桌，就这个吧。好的，加服务费、布置费，总计86800。86000，婆婆说不用省，应该在预算里。寿桃蛋糕、花艺还有主舞台的背景板一起做。没问题，全部合计92400元，麻烦您先付30%定金。好。200块，这怎么可能？裴女士，转账延迟，可我连入账短信都没收到。稍等，我打个电话。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干嘛？于恒，妈让我张罗明天爷爷的寿宴，说钱转了，但是你查清楚没有？就在这叫唤！30多岁的人了，办个寿宴天天拿钱说事，你钻钱眼了？我钻钱眼？没钱拿什么办？你让我拿200块钱去买50桌的澳洲龙虾吗？没钱你自己不会想办法垫一下？一天天的除了要钱，你还会干什么？200块就买200块的东西。老子在这边谈上百万的生意，你拿这破事烦我，再打拉黑。他们母子一个关机，一个挂断。行，要办事，要面子，还不想出钱，200块是吧？行，那我就用200块办一场他们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寿宴。海鲜鱼虾面味，不是想吃海鲜吗？50个人50桶，刚刚好，还差32桶海鲜面，得找店员调库存。你好。您好，有什么需要？这种桶装的海鲜鱼虾面还有库存吗？您要多少？还差32壶。您是做团购吗？不是，办寿宴。您要50桶办寿宴？对，架上只有18桶，我还差32壶。妈呀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办寿宴用泡面的。您稍等，我去库房给您取。麻烦你快点。裴女士，这有3箱，一共36桶，您看够吗？够了，拿32桶就行。这姑娘推一车泡面干嘛啊？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去。刚才我听见她说要办寿宴，不会是真用来办宴席吧？造孽呀！姑娘，全是泡面？对，50桶。麻烦您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坐火车去哪里呀？买这么多泡面？哪儿也不去，请客。请客？50个人的宴席。8块钱，好歹没把自己买破产。还差一样东西。一人我再给你们握个蛋，这叫诚意。去哪儿？华鼎大酒店。上车吧。拎50桶泡面去5星酒店，画面是挺违和。
裴女士，您这是麻烦通知陈经理一声，菜单有变动。好的。裴女士，请问新的菜单方案是5桌，每桌10碗，烧好热水就行。裴女士，您的意思是9万2的套餐取消，今天寿宴就用这个。裴女士，您确定吗？确定。那之前的套餐不要了，定金没付，不算违约。不过松鹤堂场地我还要，花艺背景板、灯光照旧，这些加起来多少钱？不含餐饮，场地加布置，给您友情价2000。只是，裴女士，这费用我后付可以吗？我以人格担保，宴会结束3天内付清。好，照您说的办。另外，麻烦后厨帮个忙，50桶面全拆开，面饼放进白瓷汤碗里，就用平时盛佛跳墙的那种白瓷盅，调料包、蔬菜包都撒好，上桌前浇热水盖柜子，用餐车推，跟正常宴席一样上菜，一道一道上，别一锅端。恕我多问一句，您这是？陈经理，你只管出菜，别的不用操心。明白了。裴女士，鸡蛋要握进去吗？握，1碗1个。荷包蛋还是溏心蛋？溏心。好。今晚5星酒店寿宴，菜单是泡面。3秒就回了长语音，不用听都知道有多炸。不用，今天我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距离开席还有2小时，单看场面5星水准，体体面面。但是只有我知道后厨这会儿在忙什么。干了20年的厨子了，头一回见这场面。可不，一会儿松鹤厅有好戏看了。哟，这酒店真气派，够档次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大伯大伯母好，里面请坐。念生啊，这是你操办的，真有眼光。二叔、二婶、三姑、姑父。念生，这地方选的不错啊。每个亲戚进门都3件事：夸酒店、夸爷爷、问菜单。念生啊，今天都有什么硬菜呀？待会儿上了就知道，保证大家满意。哎呀，这布置的真不错，念行辛苦你了。妈，这次全是念行操办的，我一点没插手，钱也都给他了，让他放手去花。素芬，你这婆婆当得真好，开明。哎，年轻人嘛，总得给机会锻炼。钱到没到账你最清楚，这人设立的可真稳。霍老爷子来啦！爸，您80大寿，身体还这么硬朗。别扶，我还走得动。念生，爷爷好。辛苦了。这个家里只有爷爷从没看低过我。钱素菲穿梭在各桌，逢人就说他出钱我出力，声音洪亮，生怕哪桌听不见他的开明。桌子全坐满了，就差霍余生一个人，2个字连标点都没有。指望他准时，不如指望母猪上树。差不多了，让后厨上菜吧，别让你爷爷等久了。好的，妈。他眼睛弯着，嘴角翘着，一副施恩的模样。脚步稳，心跳更稳。裴女士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第1道上。上菜了，上菜了！来了，来了！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！陈经理站在角落搓手指，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紧张。爷爷80大寿，孙媳陪念商祝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今天的菜是我精心选的，还请各位长辈品鉴。现在揭盖。浓郁的海鲜泡面味瞬间漫满了整个大厅，面饼泡得齐整，
溏心蛋卧在中间，摆盘居然还挺精致。这是泡面？我操，这真是泡面！是泡面。 50个人50种表情，核心全是同一个字懵。裴念生，你妈，您尝尝，3分钟羹好，不软不硬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您让我操办寿宴，这就是我办的。你管这个叫寿宴？妈，200块的预算办成这样，我尽力了。 200块？什么200钱？念生，你说什么？200块？各位长辈，婆婆说寿宴钱已经转我卡上了，我订了5星酒店，选了龙虾和牛佛跳墙的全套套餐。结果准备付款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这200块还是3天前我自己存的生活费。裴念生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着全家人的面，你敢泼我脏水？大哥，老二，你们评评理！我明明转了10万块让他办寿宴，他不知道把钱弄哪儿去了，反倒过来赖我。10万，你可真有意思，电话里可从没提过这个数。裴念生，你胡说什么？念生，是不是搞错了？你婆婆说转了10万，查查是不是别的卡？大伯母，我就一张储蓄卡，这是我所有银行账户，余额就这么多。哎呀，会不会是大额转账延迟了？银行有时候系统慢。大伯，真转了账，银行会有短信通知的。最近一条入账就是3天前的200块，半条他的转账记录都没有。建邦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素芬，你再仔细查查。查什么查？他说没收到就没收到。裴念生，是不是你自己把钱花了，故意演这出？妈，你这恶人先告状的本事还真是见长啊，可惜不好使。你打开手机银行看转账记录就清楚了。我手机没电了。哼，没电了是吗？我有充电宝，给你。不用了，回去查也一样。怎么了？不敢查？妈，心虚了，当着全家人的面查清楚不好吗？真转了，是银行的问题，明天咱们一起去投诉。如果什么？你怀疑我？你要不想让我们怀疑你，那就现在查呀。素芬，要不就查一下，别让念生受委屈。就是啊，几分钟的事儿，查了大家都安心。查清楚也好。想找霍建邦挡刀，可他盯着鞋尖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还在指望霍于轩来救场。可惜他宝贝儿子还在隔壁酒桌上推杯换盏呢，没援军了。妈，你这手机67%叫没电，谎话都变不圆。他脸色越来越紧，眼神飘了一下，又深吸一口气。我找到了，你看，10万块转账记录，我看看。哎，等，这笔10万块的收款人是宋妍啊。宋妍是他最疼的小儿媳。我站着没动，表情没变。其实从看见200块余额那天起，我就猜到了，根本不是什么延迟，也不是失误。他把办寿宴的钱偷偷给了偏爱的小儿媳，全场几十道目光齐刷刷盯在他身上。宋妍，你婆婆给你转了10万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我转错了，本来要转给念生。手机银行转账要输对方名字和账号，你再怎么手滑，也不可能把裴念亨划成宋妍。这划的幅度也太大了吧！裴念航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，故意买泡面来将我的军？我发现卡里只有200块，第一时间就打给您了，给你打了3遍，可你的电话关机了，3通电话全没接通。后来我打给了您儿子，38秒，他说我斤斤计较，一点小钱也打电话，然后直接挂了。这孩子，所以妈，您关机，您儿子不想听，200块是我全部的钱，我只能做到这些。选泡面不是想丢人，是200块真买不起龙虾。裴念生，你毁了你爷爷的这个家，有没有点大局观？钱没到位，你就不能先垫上，不能借钱，非要用泡面给我难堪。明明是你没转钱，明明是你儿子挂电话，到头来全程我的错了。我工资卡就200块，没积蓄。上个月工资一半给您侄子出了接机费，另一半交了水电。上个月别说了，我不想听你哭穷。那你想听什么？终于来了。裴念生，你疯了吧？你上来不问缘由，不分对错，第一时间站你妈那边，你还是人吗？约翰，你看看他，你媳妇儿在你爷爷寿宴的端泡面，他疯了。够了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猜，或许2小时前你跟我说的话还记得吗？什么话？斤斤计较的，一点小钱也值得给我打电话，烦不烦？我录了音，要不要放出来，让全家人都听听？行了，斤斤计较的，一点小钱也值得给我打电话，我在跟朋友吃饭呢，回头再说。我那时候在忙，没听清你说什么。你听清了，每个字你都听清了，你只是不想管。我再说一遍，
那10万块我确实转了，是转到宋妍卡上了，可我是搞错了，谁没犯过错？我年纪大了，手机用不利索，转错人很正常。那现在让宋妍转回来不就行了？妈说那笔钱是给愚人做生意周转的。做生意周转？什么生意？慢着，素芬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跟念生说钱已经转过去了，让他操办寿宴，你明知道钱根本没到他卡上，你让他怎么操办？我以为他自己什么？自己掏钱。念生说了，他卡上就200块，你是他婆婆，能不知道？你就是让他先垫上，到时候再说呗。这句话像把刀，一下就切开了他的遮羞布。素芬啊，不是我多嘴，上次我来你家吃饭，念生做了一桌子菜，我客气说下次我请，你立马说要去粤菜馆。后来念生跟我说，那顿饭钱是他出的，你说到时候给，到现在也没给。嫂子，还有去年过年你说给你妈买的金手镯，嫂子你别说了，钱也是从念生工资里扣的吧？你跟妈说是你买的，念生半个字都没提过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些事我从未往外说过，他平时笑呵呵话不多，原来什么都看在眼里。好，你们都向着他，都觉得是我的错，我为这个家操劳大半辈子，我容易吗？肩帮不中用，赚得刚够家里开销，我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哪里找你们了？妈，一碗泡面至于吗？他故意买的。够了。是爷爷，从开席到现在，他一直没怎么说话。念生，这面是你煮的？爷爷，是酒店后厨帮忙用开水泡的。鸡蛋是你家的？是，超市买的笨鸡蛋。溏心的，我喜欢溏心的。他语气平平静静，像在点评米其林大餐。全场没人敢喘大气，声响不大，可所有人的脊背都下意识挺直了。他拍一次桌子，就有人得掉层皮。素芬，爸，坐下。于恒，爷爷，站那儿别动。今天是我80大寿，80年打过仗，挨过饿，啃过树皮，喝过血水，我这辈子什么没见过？一碗泡面，热乎的，有蛋，汤也鲜，比我当年在窑洞里啃冻馒头强了100倍。这碗面是我这些年过寿吃得最明白的一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告诉我，我这个家出了问题。这句话像把重锤砸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胸口。我问你们几个问题。爸，你老婆管家管了多少年？20多年了。这20多年家里的账你看过吗？没看过。你每天就上班下班回家吃饭，你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儿媳妇在你家过的什么日子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精准戳中要害，霍建帮的装聋作作一下就被戳穿了。素芬，钱的事我不问了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就问一句，你让念生操办寿宴时，是不是就打算让他自己掏钱？爸，我是不是？声音没拔高，可钱素芬的嘴唇当场就哆嗦了。你算过的，你算准了念生要面子，不会让寿宴出岔子，他肯定自己想办法凑钱。办好了，功劳是你的，钱是你出的，安排是你做的，办砸了，锅是他的，给了钱都办不好事儿，你怎么算都不亏。句句像钉子，钉得钱素阳抬不起头。你委屈，你觉得是念生让你丢了面子？你的面子不是念生撕的，是你自己扔的。爷爷，那10万块，我让宋妍转回给嫂子。于姐，他最疼的小儿子亲手补了这一刀，不是背叛，是清醒。嫂子，转过去了，你看一下，10万02块2，2块2是我当初仅剩的全部身家，
现在跟10万块凑一块儿，也算阶级跨越了。这笔钱本来就该是寿宴公款，退回来是本分，不是恩赐。于恒，爷爷，你多大了32，结婚几年了3年。你媳妇儿打电话说寿宴出问题，你怎么回的？我斤斤计较，一点小钱烦不烦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爷爷，我当时确实没听清他。你听清了？一模一样的话，我说过一遍，爷爷又说了一遍。今天出事的不是你老婆，是你妈打电话说钱没到位，你会怎么说？答案所有人都清楚。要是钱素梅打的电话，他早撂下酒杯飞奔过来了。你爸不行，这我知道，但你比你爸还不行。你爸好歹不坑你妈，你呢？你老婆在前面挡枪，你在后面喝小酒。你妈坑你媳妇儿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知道了也不管，因为你觉得那是小事，你老婆受点委屈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，这4个字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上次你妈让念生冬天手洗全家羽绒服，手冻裂了，你说知道错了。上次你妈嫌念生红包少，当面摔桌上，你也说知道错了。每次知道错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下一次还是一模一样，不是装的。大概是头一回有人把他这些年的混账掰碎了说给他听。再给我来一碗爷爷，海鲜新虾面，再握一个蛋，溏心的。好。加面，加面加蛋，溏心的。第几碗了？第2碗，给我爷爷的。一手颠勺，一手撒盐，动作行云流水。姑娘，我干这行20年，今天最离谱。但说句实在话，你爷爷是个人物。他是。才走一会儿，场面全变了。小胖子带的头，7、8个人举手要变了。小服务员忙得脚不沾地，脸都写着这真是5星寿宴。好的，马上来。更怪的是，气氛居然松弛下来了。爷爷一句再来一碗，比什么都管用。挺香的。生怕浪费一点。 20年没吃了，还是这个味儿。上次吃还是你三继父追我的时候，火车上他泡的。从震惊到尴尬，现在居然真的都吃上了，还吃得挺香。我车里常备的配面一绝。给我！我带了卤蛋，谁要？你省了这是我犯贱，荒诞是真荒诞，可比那些端着的宴席真实多了。今晚赢碗不如装了热饭的碗。他不闹了，不辩解了，也不哭了，就那么坐着，眼神空的，像拔了电源的机器。面凉了，没人理他。他们声音压得低，我断断续续听见几个词：查账，不能再这么下去。念生，过来。本来打算吃完饭给你的，写着念生辛苦了，比例紧进，信封沉甸甸的，不用打开也知道不是贺卡。爷爷拿着，应该的，你是霍家的媳妇，不是霍家的丫鬟，谁再敢欺负你，来找我。这3个字的分量比10万块重得多。寿宴结束了，准确说泡面宴结束了。50桶面吃了43桶，剩下7壶全是钱素芬那一桌的。今天这寿宴，没想到吧？妈，明年我过生日也吃泡面行不行？你闭嘴！他没说话，眼神里明明白白写着干得好。成色不错，绳结打得工工整整。我捏着平安白，嗓子有点发紧。嫂子对不住。松鹤堂只剩4个人，我、霍念瑜、钱素芬、霍建邦。念少，我对不起。3个字说得慢吞吞，像每个字都要审批半天。你跟我说对不起，这是第几次了？我帮你数吧。第1次，你妈摔我红包，你说对不起。第2次，你妈让我冬天手洗羽绒服冻出汗渣，你说对不起。第3次，你妈叫我3点接人，结果人没来，你醒了说对不起。第4次，行了，行了，你每次都说行了，
你觉得一句对不起是相扑擦一下就干净了？霍余生，你不是不知道你妈在做什么，你一直都知道，你选择不管，因为管了麻烦，要两头受气。你妈会闹，你嫌烦，我不闹，所以我好欺负，对吗？你选了最省力的路，让我受着，事后说对不起。我不需要你的对不起，我要你想清楚一件事，你觉得你妈没错，那我们现在就散。你觉得她错了，就别只动嘴，要做出来给我看，不是今天做，明天做，是以后每一天都要做。10秒、20秒、30秒。妈，从今天起，家里的钱我来管。您的钱您自己花，我和念生的钱我们自己管。以后家里开销 AA， 您别再拿念生的工资了。你要反了是不是？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不是反，是该改了。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残留的烟酒味。念生，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32岁的人，不知道是今天白的，还是早就白了。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会记着。我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只说了这一句。3月末的夜风灌进领口，凉丝丝的。现场怎么样？你泡面上了没？你婆婆什么反应？她当场去世了没有？你给我说句话，你是不是被打了？我现在就打110，你不回我5分钟后打120。活着呢。场面一度失控，最后全员嗦泡面，我爷爷吃了2碗。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偶像，你是泡面之光，我要给你立碑。你在酒店门口等着，我来接你，别走，我发誓不绕路，10分钟到。华鼎大酒店，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地方了。上车，姐妹，走，吃夜宵，我请。你眼眶红了，风吹的。屁！我坐在塑料凳上，从头到尾把事讲了一遍。你怎么回的？我说你今天说的话我会记着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走了。你没答应他？没有。但你也没拒绝。裴念生，你听我一句，机会可以给，但底线不能让。他要是再来一次今天的事儿，别犹豫，走。我知道，你真知道，真知道。行，我信你。冰的、苦的，滚过喉咙之后，胃里暖烘烘的。接下来1个月，零零碎碎发生了不少事。钱素芳整整1周没跟我说话，不是冷战，是没脸。他经费全包的人设塌了，家族群没人骂他，可也没人再点赞。那种沉默比骂他还难受。霍建邦做了这辈子最勇敢的事，查家里的账，查了整整2天。那晚他坐在客厅抽了半包烟，具体查出什么没人清楚，但家里经济权从此变了，没给我，也没给霍于林，给了一直不声不响的霍于锦。大嫂吃了3年亏，不能再让她操心，账我来管。他管得怎么样我不知道，至少我工资卡再也没莫名少过钱。至于霍于金，他做了3件事：第1件，退了天天拼酒约剧的聊天群；第2件，开始学做饭。你尝尝，你尝尝。咸得要死，可我还是咽下去了，盐少放点。哦，我操！第3件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。念生，我以前欠你，不是嘴上说说的钱，是真的欠了很多。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补回来，也可能补不回来，但我想试试。你做就行了，别光说。好。念生入霍家3年，没人护你，是霍家欠你。这笔钱不多，你收着，不是补偿，是压岁钱。3年，每年12万。有人把我当工具，有人当空气，有人当受气包，可从头到尾，有一个人把我当了家人。裴念生，28岁，嫁入霍家3年，办过一场全亲戚都记一辈子的80大寿，50桶海鲜面，
配菜：溏心荷包蛋，预算200块。有找零。